这就是街舞播出到现在，几位队长手里的底牌基本已经亮出来了。比如王一博基本保留了上一季阵容，手里有布布、杨凯和叶音，张艺兴则拿到了编舞师黄潇以及 Popping C 和 GoGo 兄弟这2张王牌。对于观众而言，猜测冠军的难度就变小了。尼尔森和最可已经退赛回国，最可因为家庭原因不得已中途退赛，尼尔森也因为个人问题不得不回家。想当初尼尔森一出场就被大家称之为本季冠军，就这么无奈回国去了。王一博队长真的是欲哭无泪啊！除了尼尔森和最可之外，一些大家都十分关注的选手也先后被淘汰，比如韩语、亮亮等人气选手已经提前离开舞台，这也没什么意外，毕竟这一季强者太多了，在比赛过程中谁也不知道谁状态好谁会掉链子，这也令不少人质疑回锅肉选手这是集体翻车了吗？这就是街舞4不仅找来了众多国外大神，还请回了一堆熟悉的老面孔，数十位前3季的选手纷纷回归，遭遇却大相径庭。有人顺利闯进了总决赛，有人发挥不佳，早早被淘汰，翻车的更是不在少数。首先就是亮亮水平下滑明显，要问第3季，这就是街舞最全能的2个舞者，一位是韩语，另一位毫无疑问是他的师傅亮亮。第1季亮亮贡献了好几个经典节目，特别是和蛇男的双人舞编排技术俱佳，时隔3年再见，他的表现让不少观众感到失望。不但battle力不从心，还出现放炮这样的大失误，导致整段表演被剪掉。还有陷入风波的三儿，对于一位专业舞者来说，最难堪的不是嘲讽实力不行，而是跟抄袭沾上边。三儿被眼尖的网友扒出来抄袭，尽管当事人在微博做出澄清，表示已经得到动作原创者的授权和许可，依然难以堵住悠悠众口。带回来的3季街舞冠军中，叶音和杨凯双双晋级总决赛，可唯独韩语倒在了20强的门外。众所周知，他以全能见长，韩语巅峰时期真的是天才级别的存在，几个舞种融会贯通，力量和身体素质都是一流好手。如果不是凯瑟尔当时的一些合约问题，韩语应该现在还能再进一步。20岁的韩语绝对是很多选手的梦魇，但现在的韩语重心更多放在了街舞老师上，所以状态下滑也在情理之中。加上今年来了太多单一舞种的顶尖高手，显得韩语样样都会，但每一项都不算精通。类似情况的还有亮亮，如果再年轻几岁，亮亮在 hip hop 领域是不会输给任何人的，但是长期的街舞训练让他的身体机能出现了损伤，加上工作重心也从之前的比赛转移到了裁判和街舞老师的领域，所以这2人的淘汰也可以理解。也有人表示韩语是因为去录制追光吧哥哥第2季，所以形成冲突了，所以退出街舞。不过不可否认的是，韩语这2年活动太多，状态水平确实没有什么进步。还有腾仔看过上一季的，应该对其印象深刻，作为5+5全村的希望，原以为第4季他能更进一步，没想到还没开始表现就莫名其妙的被淘汰了，着实令不少街舞迷意难平。加上单看个人履历的肖杰是 JD 全球总冠军，3届 KOD 世界街舞冠军，可谓战绩显赫。第3季其战部27强，此番2度参赛定是要一雪前耻。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带来惊艳的表现，反而跟杨凯组成相声2人组，沦为搞气氛的搞笑担当，无缘决赛并不意外。回顾上季杨文涛和 CC 夫妇的戏，绝对是公认的好作品，编舞也好，意境也罢，赚足了看客们的眼泪。时隔1年，本指望2人能拿出更棒的舞蹈，可惜事与愿违，招还是那些老招。习武时 CC 肉眼可见跟不上队友的节奏，被网友骂混子，进49强有些名不其实。有那么多老选手当中，似乎只有叶音、小海少数几人没有翻车，由此可见回锅肉不是那么好当的。这就是街舞第2轮复赛结束之后，总冠军的人选也越来越清晰了，大概率会在1位国内舞者和3位国际舞者之间产生。回想本季，这就是街舞刚开播的时候，当一众大神级的国际舞者亮
亮相之后，很多人都会猜测会不会出现首位外籍总冠军。不过随着节目的推进，这种可能性正在逐渐降低，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例如之前的夺冠大热门尼尔森和醉客两人皆因为私人原因选择了退赛，着实是让人惋惜。至于47岁的张英，考虑到最终的总决赛是一场长盘 battle， 体能恐怕难以支撑下来。HB 组合和狗狗兄弟比拼起舞，这两对搭档可谓是无人能及，毕竟有着多年合作的默契，但要是1对1 battle 的话，他们并非是不可战胜的，国内舞者是有能力击败他们的。不过即便如此，国际舞者在夺冠概率上依然高于国内舞者，因为还有步步、今天维吹和 Popping C。 对于步步，看过上一季这就是街舞的观众都很熟悉啦，在实力方面是毋庸置疑的。在相当一部分观众看来，步步上一季之所以没有拿到总冠军，完全是被剧本杀了。在这就是街舞存不存在剧本这个问题上，范范的衣服时长时短似乎是给出了答案，起码证明了比赛结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但这就是街舞要是有意推出一位外籍总冠军，毫无疑问步步理应是最佳人选。不管怎么说也是老熟人了，要论所有女舞者中谁的人气最高，那么一定当属今天维吹莫属了。或许在有的人眼里，今天维吹是非常出色，但与步步这个级别的舞者相比，还是存在差距的。关于这种观点，只能说没有事情是绝对的。据说今天维吹曾经在 battle 中战胜过步步，另外今天维吹一旦获冠，那么其不仅会成为首位外籍总冠军，而且还是首位女性总冠军。不过对于今天维吹，虽然比赛时候气场很强，但剩下的都是大神级别的舞者，加上甩手舞给人的视觉效果比较单一，就看今天维吹会怎么表现了。Popping C 客观而言，其在这就是街舞中被严重弱化了。论实力的话， Popping C 是可以和尼尔森叫板的。今年31岁，正是街舞选手的当打之年，实力之强也是公认的，因此 Popping C 完全有可能在最后阶段上演逆袭夺冠的戏码。不过从 Popping C 之前一直在节目中充当配角的情况来看，这就是街舞似乎并不是特别中意他，大概率是没有成为主角的机会了。步步的徒弟卡卡也是夺冠的热门人选，他的性格属于活泼好奇的，今年已经贡献了很多梗，不咋地已经连续出场3期，这一口塑料普通话让太多观众都认识了这名选手。卡卡不仅性格圈粉无数，技术能力也是毋庸置疑，他属于大开大合的 battle 舞者，即使在上一次跟3人一起对战尼尔森和步步的时候，也取得了不错战绩，这也是这就是街舞台上不多的几次打败尼尔森的选手。作为本期表情包贡献大户，很多人也希望卡卡可以成为这就是街舞史上与众不同的冠军。那么再来从剩下的选手里看看谁有夺冠的潜质。其实国内舞者只有叶音有这个潜质了，他的年龄、体力、技术正值巅峰，面临长时间的 battle 也不会落下风。作为年轻一代的佼佼者，叶音的力量属性和乐感保证了他可以驾驭以 locking 为主的音乐，在流畅性和舞蹈质感上，在街舞圈没有几个人可以超过叶音老师了。而其余还在场上的选手，比如杨凯、小姐等人的年龄已经有点偏大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国内舞者方面，叶音和杨凯都拿过了总冠军，梅开2度的几率并不大。那么最后你最看好哪一位舞者夺冠呢？好啦，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与我们互动哦。我们下期再见啦。